司徒令把你们放出尘渊，韩风君又命我千辛万苦将你们一个抓了。养了这么久，耗费了那么多福泽，就是为了让你们变得更肥美，怎能放了你们？如今强敌环伺，治不住纪伯载，就更要抓紧把你们早点献给妖兽，好让他们尽早壮大成军。大人，放了我们吧，大人！你不害怕吗？怕你吗？你们演这一出，能有用吗？越是不按照套路出牌，越能搅乱别人的阵脚。你的意思是说，纪伯载突然找到穆奇柏，穆奇柏肯定如临大敌，为保安全，他会把自己全部人手，至少是大部分人手派去花月夜。这多少胜算还未可知，但至少可以搏。只要他们防备薄弱，就有机会找到星柳说的豢养妖兽的法门。也是，那我去就会，肯定把他这老狐狸尾巴给救出来。对了，穆奇柏手上那份记载着离恨天交易往来的名册，很有可能也在龙里台，我会偷偷找他。这次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放心吧。穆奇柏到底把东西藏哪儿了？这房间怎么这么热呀？怎么就是血怪？又见面了，小猫咪。放心，这次我不用演什么故意放跑你的把戏，直接把你杀了就好。果然是你搞的鬼！
小猫咪，爪子还真利啊！逗你玩还真是有趣啊！逗你玩也挺有趣的。你居然还带了个帮手！小葱，做好了，给那边送过去啊！哎，小麦，这个也送那边去。你看到我能化形也不惊讶，看来你和你那个主上知道的还真不少。虽然季伯仔还没有到至真境，但是他早就抵达了化境，所以他有一个能化形的从兽，这并不难猜。更何况季伯仔他对我跟明义还没有真正放心，所以我一早就猜到了他会派你来盯梢。来，葱油饼加小鱼干，头一回这么做，不知道味道如何，两位慢用啊！多谢。你这条龙，光天化日的出现在集市里，真的不要紧吗？主上如今，谢谢。主上如今和那边也算公开对手，没必要再藏着我。也是。你要吃鱼吗？你们这些龙应该都吃鱼吧？我有名字，吃完赶紧回去。那你又不告诉我你名字叫什么？请慢用。谢谢。不休。我叫27。不休，好名字啊！说实话，我还挺羡慕你们龙的，又大又威武，一化形这身材还挺结实。哎，你这就走了？你等会儿我。兄长啊，你说好不好笑？那个季伯仔竟然和我说要讲和，拉着我整整聊了1个晚上。他这般举动，显然是为了调虎离山。还好我派了人手在龙礼台守株待兔。韩风君，他滚！是。兄长睡着，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。我原本是看上了季伯仔的能力，想要拉拢他为吉星渊效力，谁知他竟一心只想和我作对。兄长，他什么都不懂，为吉星渊赢下一场青云大会根本算不了什么，只有像我这样，将妖兽豢养成群，拥有了妖兽的力量，吉星渊才不会惧怕任何人。
兄长啊，纪星渊需要真正的强盛起来，有些牺牲总是无可避免的。属下无能，让闯入的人跑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属下无能，让闯入者。季伯仔太过诡诈，他还留有后手，安排人来接应。接应的人与他气息同属一脉，属下猜测，那就是他的从手。恐怕季伯仔一直对外隐瞒了他的修为，他的从手已经能够化作人形。他们没有发现别的东西吧？没有，韩风君放心，属下绝对没有透露石灵术的存在。是属下失职。那季伯仔，你和明义发生口角，被赶出房间，宿在花月夜。我等便受命监视寿华潘公，盯了明义一宿，只是未曾想到，那季伯仔竟能让明县那只白猫听命于他，还和他自己的从兽联手将孙秀。在寿华潘公集训这几日，你当这个医师还真是尽忠职守，与季伯仔磨合的那般默契，我每日都看在眼里，都不由得担心，莫不是你？我只是不想和季伯仔的关系闹得太僵，否则更办不好事。属下绝无二心，请韩风君明鉴。明鉴。花了这么多心血栽培，但我看这没用的东西是长不高，拔了吧。属下知道有个偏方，可以帮助这汉青竹。哦，这你也会医？属下即刻去取。取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说的偏方应该主要是用牙齿吧？是。齿磨成粉。我可没有说要用你自己的牙齿。我自己来。果然是医术高明啊，连孙辽啄口顿腮的毛病都治好了。那照顾我兄长的事，不会出什么岔子吧？属下定当尽心尽力。那棵树绝对有问题。穆奇白喜种花木，但在他的院中，只有那一棵树有长成之势，倒像是吸干了别的树，供养给自己。我在后赵记忆中看到的，应该是那棵树。想必是从庭院延伸到了地下的密室。它的根底看起来更像是个魔体。若是它能吸干别的树，或许也能吸食生灵元神。我在书中看过一种来自莽福灵沼的古老秘术，
可以把元神从人身上剥离，寄养到参天巨木上，成为石灵树。这树周围都是血腥气，石灵树可以保元神存活，直至有人使用它们。这难道就是星柳说的豢养妖兽的特殊法门？妖兽最好的滋养，就是生灵元神。100年前妖兽祸乱，所经之处人尽视之，就连豢养他们的灵脉女仙都被他们吞噬了。这穆奇柏若是把这些妖兽集结成军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么大的事儿，咱们赶紧上报极星神君吧。神君已被穆奇柏控制，常年昏睡不起，与傀儡无异。那告知其余武将，这些上位者不过是一丘之貉，若让他们知道有妖兽军的存在，恐怕只想占为己有，利用此力量主宰六境。并非所有上位者都受权柄奴役，总有人会为了六境其他生灵考虑的。我们应该尽量联合起所有人。联合？怎么可能？但是我们的力量势单力孤，那些妖兽军太厉害了，以我们的力量，一旦无法阻止穆奇柏，六境会遭遇什么？你说下境供养7年，在瑶光宫那样的地方安稳长大，自然会相信六境中还有正义之士。若是你在尘渊活过1日，便会明白，什么才是人性的贪婪和恶念。若是妖兽军公开，轮不到穆奇柏作乱，六境都会为了此力量陷入混乱，你们瑶光山也不例外。你没有因为出身沾沾自喜，已是难能可贵了。原来出身上境，这样就是难能可贵了。天机已写下手书，即日起集训结束，不用再住寿华潘宫了。你们先回去吧，别再让这只丛兽在我这儿有个什么3长2短的。参见父君。朝宇，你此番平定苍梧丘之乱做得很好，可有想要的赏赐吗？职责所在，不敢居功。你平乱有功，本君就封你为景西君，如何？父君所赏，皆是天恩。只是，儿子只盼能为父君。对了，前几日司判堂和医事堂传出流言说，本君要封你为太子，不知你是否也听到过这样的话？给你看样东西吧。传播流言者的舌头都在里面了。那是他们咎由自取。本君再问你一次，你平乱有功，现封你为景西君，如何？父君明鉴，儿子只为一心一意辅佐父君，绝无非分之想。父君明鉴。恭喜殿下，贺喜殿下获得锦西君位。滚！
殿下恕罪。我还以为大哥这次定能成为太子呢，可方才听闻，父君赐了个景西君的封号，还杀了你几个手下。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？哎，我哪敢啊！父君迟迟不立太子，是因为他儿子众多，就等着看我们的表现呢。可我却是真心希望大哥能成为太子的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大哥可知道？ 朝元这几个月都去哪儿了呀？哼，他个废人，能去哪儿啊？他呀，听说吉星院在陈园炼药，去那边找黄粱梦了。什么？哎呀，朝元从小可受了大哥不少关爱啊。这要是被他先找到了黄粱梦，交给了父君，你猜，父君会不会准许他修成灵脉呢？这可是大功一件啊！ 这届时太子之位，朝元会不会也有一份呢？什么？那位大人物要亲自来祭星渊？是，但斗者身份受限，不得入境。他指明要殿下亲自出境迎接，好生护送。 主上，守了这几日，穆启白总算离开龙丽台了。是，他背了船车，瞧着是要远行。我将明义做的石图印放在他的船车上，6个时辰之内都能警示他的位置。他做的这些小玩意儿，倒个个都能顶用。确实，之前我依主上要求，在龙丽台附近观察27的行径，他也确实认真盘查，没发现其他问题。 他这么听明义的话，想来是他和明宪的感情甚笃，所以明宪的从寿才会对明义一言听计从。我们出发吧。季贤君。 你跟季伯仔已经成功结下心意了，你赶紧把他送出门，我们好去灵溪井啊！怎么，你不放心我独自前往寻找妖兽君？那你可以同我一起。我不放心什么？我相信季仙君跟我一样，不会被这危险的战力所诱惑的。青叶风寒。 季仙君此行危险，切以自身为重。你也会让他独自去寻找妖兽吗？我的意思是，妖兽君这样的力量，不是谁都想占为己有吗？眼下除了我自己，我只信任季贤君。 送走一个，家里还有一个。哎呀，荀婆婆，是季大人让你盯着我的吧？
你吃点猪心膏，我呢，我就在这里坐着，我哪儿都不去。你盯着我，你尝尝嘛。才不会吃。你与明宪到底什么关系？主上能放过你，想来你没有什么大问题。但是老山还想再问一句，我和明宪有婚约。婚约？你和明宪？嗯。你是瑶光山的探子？嗯。啊，不对不对，那主上一定不会放过你。他能留下你，说明你不会害他。嗯。那你怎么会在吉星渊？你还在花月夜？我……难道明宪老贼与我那日日要打我的老汉一般下作，害你去花月夜补贴家用？确实是算他害的。一代战神，竟如此下作！我跟你说啊，主上不会真的介意这些的。他当初能救我，如今也是愿意救你的。可你确实不该瞒他。那确实有点过分了。我跟你说，徐伯伯，啊，徐伯伯。我曾在书中见过陈渊描述，恰如此景。季伯载打造的灵犀井与陈渊这般相像，他已不是最求之身，却还是被困在这里。黄粱梦就在这儿。黄粱梦。血印，季伯载与我结了心印，这是他为了防我，重新加的一道封印。
这些都是陈渊最求的死灵。这些陈渊的无辜生灵，不是已经被放了吗？他们根本就没有平安离开陈渊，是穆启白把他们又抓了回来。如今，他们已被剥取元神，死在这里，永不超生。怕你？我连枯枝病都治好了，我一定会活下去，长成参天大树。我孩子还小，求求你放过我。不可能，若水仙子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们不是已经……好好进食吧。原本你们只需要在陈渊做些苦工，一切都是季伯仔揭穿。如今陈渊被封，司叛堂放了，就算你们知道的不多，也有可能一不小心就泄露了什么秘密，所以你们就只能做饲料。韩风君。可不要怪本君呐，要怪，就怪季伯仔好了。好弱呀，真的太弱了，轻轻一折就断了，这怎么能行？怎么能保住你自己的命啊？我一点都不弱，我连枯枝病都治好了，
我可是很有韧劲儿的，我一定要活下来。长城参天大树，果然，你也很想变强的吧？我好不容易才得救了，我不能让娘亲失望，不能让救我的人白费功夫，我一定要好好活着。好，让我来帮你吧。仅凭这么弱小的你，是无法靠自己成为强者的。不如退而求其次，成为强者的一部分。或许，这也算是个幸事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我吃了剑叶草，枯枝病都好了，所以我想把这个送给季仙君，作为礼物。我的命是母亲给的，我一定要好好活着。谢谢你，季仙君。主上，原来缔结心意是为了要人们这样做夫妻，同甘共苦，在彼此最痛苦的时候，感你所感，见你所见。
季伯才。你不必为我消耗灵力，不值得。我利用了若神，我利用他揭开了自己的仇恨，然后我就只想着怎么摆脱他。我以为只要我将他送走，就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。我根本就没有顾他的死活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季伯才，穆七白，他用来滋养杨守军的那些人，他们都是和我一起被抓去沉渊的，多的是老弱妇孺，甚至还有年纪比我更小的人，他们都没有机会，他们也都是无辜的。却被硬生生的扣上了醉酒牢烟，然后还要成为杨守军的司令。如果我没有揭发穆七白，他们和若水是不是就可以活下来了？可是，可他们都死了，是我连累了他们。是，你不能把他们的死归结在你身上，这不是你的错。
黄粱梦，我找到了，但他下了道血印，我拿不到。血印，那应该只有他能解除。看来季伯仔还是对你有所防备，那咱们……明夜，你怎么哭了？而且，我原本以为我在发现黄粱梦的踪迹的时候，我应该很开心。我应该想哇，幸好他在这里。其实……不说这些了，而且现在有个最重要的事情，要消灭妖兽军，对付穆七百，对吗？嗯。那你怎么办？我们可以先把黄粱梦给偷过来，先把你的毒解了，这样我们胜算才更大，不是吗？而且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一个活着的坏人和一个死去的好人，你选哪个？明夜，我一直都只想让你做一个老不死的好人。什么老不死的好人？你还老不死的好猫呢？等你牙都掉光了，小鱼干都吃不了了。就问你，跟不跟？想清楚啦？啊，这就答应我了啊！你居然失去了对陈渊的控制，这只是暂时的。陈渊表面上是被司盼堂查封，但没有人知道石灵树和陈渊相连。这几日我足不出户，喂养妖兽，因此无需着急，再有10日，定能成事。韩风君，你弄错了吧？该着急的是你。不是我们。若非这陈渊适合孵化妖兽，你哪来的机会？是我疏忽了，但这一切都是因为季伯仔。本君此番前来，也正是为了季伯仔。黄粱梦真的在他手里？季伯仔算计了我2名手下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替那薄玉兰报仇。他与博士的关系一定匪浅。没有直接回答本君的问题，看来你还真的不知道黄粱梦的下落。本君真的怀疑，你也想保全季伯仔，让他有朝一日拿下青云大会，成为6境第一，让你们吉星渊彻底的摆脱逐水灵州。我对逐水灵州绝无二心。就算你有，那也没用。青云大会的输赢，谁来了也翻不过来。季伯仔知道妖兽军的存在吗？尚未察觉。齐星渊这个破地方，连船车都走不利索。少君，哎，还是有劳韩风君亲自加把力呀。
是。不出10日，妖兽军将成。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了。他人都以为司叛堂所看管的陈渊是犯下恶行的罪仙服刑之地，但此地有毒的瘴气弥漫，无人涉足。乌七白便想到用此地来炼药，但因药方缺失，只炼出了离恨天。他通过时令术打开了通往陈渊的捷径，毅然将陈渊变成了自己的药方。这瘴气萦绕，除了适合炼药，也同样适合妖兽的生存，所以穆七百才会选择这里孵化妖兽，把你们这些无辜之人抓去给他做事。他们的行事准则从未改变过，将孤儿寡母、老弱残障抓入陈渊，死了就是死了，无人替他们伸冤，所以一直在搜罗和当初我一样的人，生死都无人问津的人，因为对于他们来说，只有像我们这样的人，用起来最为趁手。明一，你说过，若想要彻底铲除尚未炼成的妖兽菌，可以将自身作为化药之鼎，将妖兽菌的妖元汲取，进行炼化。告诉我，这化妖之术该如何施为？要行此术，需要有一法力高强之人，以自身做化妖鼎。这事交给我，仙君是极心渊的斗者，不能有差错。我既答应过仙君，我自愿做这化妖鼎。你都说了，只有法力足够高强的人，才有可能成功。我又不是没见过你施法，你灵力有限，即便你身有灵脉，也不可能成功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更应该我去做这化药鼎，才能保存我们中最强战力。只要仙君一出事，穆七白肯定会有所动作。若是你也折损了，我们怎么对付他和他背后之人？只是做化药鼎，怎么可能折损于我？可是你……就这么定了。以身做化药鼎，一共3个步骤，越往后越凶险。第一步，修炼灵力，固化自身丹元。第2步，将妖兽隔空吸入丹元内，便会在体内生成妖元。第3步，以自身为底，与妖元共生，将之炼化。此时为第1阶段，祭仙君会耗尽全部灵力，身体虚弱，切记绝不可出乌龟海。季波仔真要自己做化妖鼎啊？他是信不过还是舍不得？他现在在灵犀井里闭关修炼，但对我只字未提。说信不过，应该比不忍心有理有据些吧？哎，他怎么想我的现在不重要，他得先通过第1关。这个药粉能帮他治好手上的伤。我还得再做一些补药，帮他灵力维持在最强状态。眼下先做这些吧。
司盼，这么晚了还不回去休息？其他兄弟都已经走了。你先回去吧，我批完这本就走。是。好久不见呐，我亲爱的弟弟。你最近可真是春风得意，风生水起啊！哥哥为我特意跑来济心渊，肯定不值得，一定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吧。看来你跟灵曼一辈子都没有缘分了。潜伏在极星渊这么久，居然还未找到黄粱梦，果然这辈子成不了气候。既然我来了，你大可停止寻找他的妄想。哥哥还是和从前一点都没变，只会向更弱者挥刀罢了。是啊，你就是更弱的那一个，这一点也一直没变。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无趣至极。傅远，我没事了。等主上找到黄粱梦，练出灵脉，便再也不会受这般屈辱。傅远，我说过了，我不要黄粱梦了。主上，你能不能多为自己考虑一些？情爱有那么重要吗？你自己想要的，自己还在恨的，自己的一生，难道要为一个女人放弃吗？我为主上盯了穆启柏这么久，好不容易有了新的进展，你真的要将黄粱梦拱手让人吗？什么进展？是有黄粱梦的消息了吗？穆启柏他们搜遍了整个五归海，都未曾找到黄粱梦。我便猜测，或许是季伯载能够变换出一个真实的灵犀井，只有他自己可以进入，又将黄粱梦藏在了井中。灵犀井。主上想要用黄粱梦来救明义的命，可你此时在神都的踪迹已经暴露。如果没有灵脉，他们会让你好好活下去吗？主上，你从前一直想要做的事呢？我不愿看你这样，为别人这样。可是，黄粱梦只有一份，我只是没有灵脉。明义没有解药，是会死的。那，你若当作是为了我呢？抓你可真费劲儿啊！
我听说过，狐狸越是遇险，它的皮毛越是鲜艳。把你做成狐球，还需要你紧张一下，给你上上色。那我们就来玩个游戏吧。陪你玩这事儿，还能让我遇险呢，我开心还来不及。你这副厚颜的模样，总让我想起一个特别讨嫌的人。哥，你这鞭子不太行啊，不到3日就已经愈合了。托我的福，你这个没有灵脉的废人也能耐起来了，越来越抗打了啊！虽然没有灵脉，也长了新本事，不好吗？受伤了？那你怎么不跑？什么火力这么大？如果你是为了可怜我，那就别哭了。等有一日，我能改变这一切的时候，能庆祝胜利的时候，你再哭就是了。但是，你想说，但是我现在这么弱是吧？这个我知道的。我现在能力还远远不够，但曾经有个人告诉过我，只要自己敢想，就没什么能限制我。其实都一样，先想着好了，先活下去。未来总有一天，没什么能限制我们。哪怕你是只小狐狸。主上看重名义，可在我心里，主上的命比什么都重要。从前主上让我做什么，我都心甘情愿。主上若执意如此，至少隐藏好自己的行踪，别再被他们发现了。我也会想办法去确定季伯载是否真的练出了实体的灵犀技。
还是先不打扰他休息吧。要找我？哦，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想到你刚刚固化了丹元，肯定有些虚乏，所以就熬了碗药。但我想想还是算了，仙君不是……不是，你这好意，我到底能不能领到啊？仙君不是说不吃外面东西吗？还在说这个？如果是换做别人，他多半会怀疑这仙子本是要下毒，结果忽然心软，改变了主意。现下不过是编个说法，哄骗罢了。那正好，你呀，还是别喝了。是时候开启第二步了，需用传送法阵，将丹元送抵沉渊，彻底吸空妖兽元神。但此步会暴露施术者气息，请务必以最快速度将丹元传回，否则功亏一篑。以无身作计，引浩然正气。万千妖邪，阵风。请。景熙君，请看。只需再过3日，妖兽君便能养成。届时，妖兽的数目、力量，都足以媲美100年前灵脉女仙豢养的妖兽。我过去一向嫌姬星渊绳床瓦造，上御旁风，没想到这个穷山恶水，哼，居然派上了用场。为何妖元全都被吸走了？这……
伯载，是啊，季伯载，一定是他干的，一定是季伯载。废物！属下不知季伯载竟通晓化妖术这等秘法，否则属下定会提防。江西君，果然不能对这个地方有一点指望。穷山恶水，产废物。绝地三尺，你给我把季伯载找出来！公主先休息一会儿吧。寿华潘宫的尊者可绝不能是花架子，这庆云大会的任何细节，我都要牢记于心。公主真的长大了。是输怕了。没有福泽，几星园连花草都会比过去更黯淡无果。秀云，我时常会害怕。你说，母后留下来的福星花，会不会再次枯萎啊？公主放心吧，严仙君的法子到底是管用的。之前这么多年，就算没有福泽，它也依旧开得好好的。各位，我们没日没夜的训练，而身为最重要的战客，季伯载却连日不曾现身，置整个寿华叛宫于不顾。那我们还练什么？我们拼死拼活的又为了什么？就是啊，对啊，为什么？青云大会是团战，我们需要的领袖是能够统领大局的，而现在，像季伯载这样的人。被公主封为战客，奉若至宝，那我们还在乎什么？我们干脆都不要练了。孙辽说的对，季伯载再不露面，就不配再当战客。是啊，他不来，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练了。对啊，我们练什么呀？你们别这么说呀！公主，孙辽在寿华叛宫闹起来了。谁说没有季仙君就不用练了？季仙君是战客，但寿华叛宫又不是只有他一个人。若是只靠他才能取胜，他不来就要输掉青云大会，那姬星渊也不算真正变强。大家说，谁说的对？谁说的对？声大了不起呀！我觉得孙辽仙君说的对。季伯载身为战客，却对寿华叛宫不管不问的，在他的心里面，根本就没有姬星渊。是啊，公主也他说的对啊。这要是韩风君管理寿华叛宫，肯定出不了这事儿。就是。对季伯载来说，斗者青云之路，不过是他摆脱罪囚这个下贱身份的晋升之阶罢了。哦，原来季伯载一直是这样想的，难怪我一直想不通，这季伯载为何不肯来训练。倒是孙辽仙君这番话点醒了我，这样的人的确不配在我寿华叛宫当战客。对，是没错，不配，他不配。不如我们今日改选战客。这改选选谁啊？战客之位那么重要，得好好选个人才行。对呀，我觉得孙辽仙君就不错。公主，开玩笑的吧？本公主作为寿华叛宫尊者，自然不会开玩笑了。
孙辽仙君参加了上届青云大会，从经验上来说，就远超于其他斗者。况且，无论是从斗者选拔，还是近期寿华胖宫集训，孙辽仙君都积极主动，态度优异。本公主今日便下令，废除季伯载战客之位。说废除就废除，那我们这输定了，就是点情面也不留。废除了，改立孙辽仙君为我寿华胖宫战客。真的吗？好，我支持孙仙君，我也支持孙仙君。孙辽，哎呀，行吗？他行吗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觉得不靠谱呢？我也觉得。谢公主，多谢。过去是我目光短浅，只知盯着季伯载那一人。如今看来，孙辽仙君才更是威武英俊，比季伯载更有战神之相。虽然季伯载有问题，但死不了。哎呀，咱们闹这一场，光给孙辽做嫁衣了。对呀，他也不合适啊。孙辽仙君，定要带大家好好练习。如果表现得好的话，我会告诉父君的。是，公主。我都让你当战客了，你还唤公主，不改口为尊者吗？天机为何要出这样的昏招啊？不，这恰恰是他此时最好，也是最省力的办法。好的，尊者。孙辽这么嚣张，天机还这么纵容他，多没面子。面子很重要吗？能达到目的就好。伪装、欺骗、空口承诺，与其费力维护季伯载，不如捧杀孙辽，让他成为新的靶子。韩风君找我来有什么事啊？哎，这棵树是怎么了？之前还好好的。意外的娇贵，稍不注意，就一夜凋敝了。韩风君一直悉心呵护的，是我疏忽了呀。韩风君别不开心了。哎，韩风君，我可以给你带点最好喝的酒，它里面添加了极星渊独有的赵翠花露，所以味道完全不一样。极星渊独有？对，六境只有我们有。那花看上去和杂草没什么区别，但每逢满月，就能凝结出全天下最纯的花露。果然不能对这个地方有一点指望，穷山恶水，产废物。这是从隔壁库房打扫出来的杂物，无甚用处。殿下，您看怎么处理？韩风君，这是……我都快忘了，这还是天机给的。天机？恍如隔世啊！那几年，我们叔侄的关系还是很亲的。天机这丫头尤其是甜，一个糖盒，她也舍不得扔，又不想让神君知道，就让我这个叔叔替她保管喽。因为天机把韩风君当靠山啊。所以，看到他和季伯载联手，能不让我心凉吗？不会的，那只是他嘴上说说，他就是觉得季伯载作为斗者时特别威风。天机对季伯载不会的，他喜欢的人不是他，所以这才更让我心凉啊。
当初那个把叔叔当靠山的小姑娘，现在去哪儿了呢？她以后又会怎么样呢？我一定能保护天机，绝不让她受半点伤害。我都没有这个信心。寒风君怎么会没有信心？季伯载，整个极星渊，有谁知晓季伯载的过去？他一个醉囚，又缘何能够生出灵脉？光这点就已经够让人不安的了，更不提，自从他打败瑶光山、平步青云之后，极星渊便一直动荡不断。是吗？你知道不久前极星渊有妖兽出没吗？我以为那是有人添油加醋，竟然是真的。本君正在追查此事的真相，所以你能为我、为天机扫平所有的危险障碍吗？